我们村里每隔1年都要为供奉在祠堂的纸仙娶妻。纸仙娶妻的那天，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杀猪宰牛。午夜12点之时，便不许出声，也不许向外张望，因为纸仙带着阴差来接亲了。我14岁那年，大伯家的堂姐嫁给了纸仙，村里人都说这是光耀门楣的好事，纷纷上他家祝贺。我妈领着我到堂姐家里的时候，已经临近黑夜，新娘子即将出嫁。纸仙娶妻是在午夜12点，新娘子在吉时由父亲送到家门口，再由纸仙派人接走。大伯家挂着红色的灯笼，贴着红色的喜字，唯一突兀的是堂姐房间里的哭声。大伯娘拉着我妈走到一旁说悄悄话，我溜到堂姐屋里想去看看她。我听我妈说，村里的女人嫁给纸仙就再也回不来了。堂姐对我很好，我想去看看她。进屋之后，我就看到穿着红色嫁衣的堂姐坐在床边，往日笑意盈的脸上都是泪水。她只顾着哭，没有看我。我悄悄拉她的袖子，她低头看向我，拉着我坐下来。她说：“黑娃，堂姐不想嫁给纸仙。”我抬头看堂姐，又转头看屋外说话的大伯娘，明明到处喜气洋洋的红色，我却只觉得是一片死气。那就不嫁。堂姐又哭了起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屋外的大伯就走进来，神情严肃地对着堂姐说道：“别哭了，准备一会上轿。”堂姐像被掐住脖子，发不出声音，屋里一下子安静的可怕。我悄悄瞅了一眼大伯，他穿着平时都不怎么见过的好衣裳，只不过指甲缝里还有下地留下的泥土。堂姐站起来，凭什么？凭什么要嫁给纸仙？这都是封建迷信。一向寡言的大伯突然发怒，快步走到堂姐面前，抽了她一巴掌，继而说道：“村里人几十年的习俗到你这断了吗？你是想让我和你妈被村里人骂吗？”堂姐没有反驳，低头哭着。屋外闻声而来的大伯娘进来看到这一幕，拉走了大伯，留下我妈安慰堂姐。我妈拉着堂姐坐了下来，她长叹一口气：“丫头，别怪你爹，咱们这里不比外面，一竿子打下来都是亲戚。今天在你爹这破计惹怒了纸仙，明天他又怎么向村里人交代？”堂姐哭着扑向我妈怀里：“我这一去就回不来了，我爹娘可怎么办啊？他们就我这一个女儿，他们该怎么办？”堂姐渐渐停止哭声，直到屋外传来敲门声。大伯娘焦急地喊道：“快准备准备，纸仙来接亲了！”我妈啪一下的把屋里的灯关上，随即院内的灯也都被关上了，院里漆黑一片。我妈摸着黑给堂姐盖上了红盖头，又扶着堂姐出门。屋外的大伯接过堂姐的手，院里的人就都进了屋。这是纸人娶妻的规矩，只能新娘父亲蒙着眼睛送到门口，其他人只能待在屋里，不许围观。我妈以及大伯娘都在堂姐屋里，空气里还残存着堂姐的脂粉味。我听到了木板门吱呀的开门声，听到了堂姐的脚步声。我看向我妈和大伯娘，他们都闭着眼。我悄悄转头看向窗外，隔着红色喜字的玻璃窗，我看到了院外的结亲队伍，4个穿着红色衣服的纸人抬着花轿，2个绿色的纸人跟在两侧。他们目视前方，看着像真的纸人，但他们的手又在动着，白色的纸钱洒满了整个接亲路。借着月光，我看到了大伯递过去的穿着红色吉服的，脸上带着一串串红线系成的铜钱的纸线。他好像注意到了我的目光，眼睛转了一下，黑色的眼睛泛起诡异的光，冲着我的方向扭头笑了一下，嘴裂得很大，几乎到了耳边，隔得很远，我仿佛看到密密麻麻的黑线。他身后的纸人顺着他的动作一起向我的方向转头，又一起冲着我重复他刚刚的动作。我被吓得半死，又怕被我妈发现，不敢出声，只得死死地捂着嘴，闭上了眼睛。直到吱呀的关门声响起，我才睁开了眼睛。我看到院外撒的白色纸钱都飘进了院内，纸钱轻飘飘地落在了大伯脚底。从堂姐出嫁那天起，每天深夜我都能听到村外的哭声。我开始发烧，每到深夜就不停地呢喃：“不要带我走，不要带我走。”我妈说我这是被吓到了，拉着我去祠堂拜纸仙，也就是我堂姐嫁的那位。说起这座纸仙祠堂，连村里最老的人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建成的，而且位置偏僻，在村子的最南方，后面就是村里的深山。我家和纸仙祠堂挨得很近，所以我妈经常有事没事就去拜纸仙。我清晰地记得昏黄的屋内烟气缭绕，满是呛人的香火味和不知名的香味。祠堂中供奉着一座长身直立的纸仙，朱砂点的眼睛，浓墨点的嘴巴，诡异极了。纸仙穿着红色的长衫，下半张脸挂满了红线，系成一串串的铜钱。我之前曾经听村里的老人说过，用铜钱辟邪，可纸仙这样串许多铜钱在脸上，也是辟邪吗？我被我妈抱着，脑袋昏昏沉沉的，我只觉得那纸人跟真人似的，直直地盯着我。我不敢抬头看，将头埋进我妈的脖子里。村长是常年住在祠堂边上，供奉纸仙的流程也是他教给我们的。这次村长拄着拐站在祠堂中间，语气低沉，捐了香油钱，给纸仙磕3个头，回家就好了。我妈急忙拉着我磕头，随后从兜里掏出用布包着的钱放进箱子里，嘴里还念念有词：“纸仙大人，救我娃吧，他年纪小冲撞了您，您别在意，原谅我们吧。”我迷迷糊糊地看到纸仙后面有双红色的绣花鞋，
那鞋像堂姐出嫁穿的那双，黑底红布绣着并蒂莲。我抬手指着那双鞋的位置，还没来得及出声，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没了血。村长低声问我：“你堂姐结婚那天，你是不是看到啥了？”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我什么都没看到。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考虑我话里的真实性。不一会儿，就用拐棍敲打地面，发出沉重的响声。好了，回去吧，芷仙已经答应帮你们了。我妈再次磕了头，再次对着芷仙千恩万谢，随即拉着我回家。等我到家时，早已不发烧了，但我妈还是不放心，又守在我旁边一整夜。我到半夜的时候，又听到了熟悉的哭声。我抬头望去，油腻狭窄的窗户上出现了一双眼睛，眼白很多，瞳孔却很小。那双眼睛正透着玻璃，直勾勾地盯着我。在黑夜中，那双眼睛透着诡异的绿色。我与他面面相视近3分钟，我终于体会到恐惧是如何的。我的喉咙里好像被人掐住，浑身动也不能动，冷汗从后脊骨处往外冒，几乎阴湿了整个被子。明明我妈就在我旁边，刚刚还打着呼噜，但此刻我却听不到一点声音。我只能看到窗外的那个人冲着我伸出手，救命！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发现此时已经天光大亮。我又看向那扇窗户，什么也没有。黑娃，咋了？又做噩梦了？我妈从屋外探出头，看着我有些担心，当初就不应该带你去看你堂姐出嫁，你看看，这都3年过去了，还没好。我刚想安慰我妈，就听到门口有人敲门，隔壁邻居来找我妈，希望她去帮忙。我妈下意识地问：怎么了？有喜事呢？邻居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我女儿今年18岁，被芷仙相上了。这原本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只不过碍于我的缘故，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还有就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女儿，非说这是骗人的，我们这么做是害她。你说说，这祖祖辈辈都这样干的事情，怎么会害人呢？她说的话与堂姐说的那么相似，导致我妈试图开口，但又不知如何反驳。毕竟我堂姐是实实在在的了无音讯。不提了，今天晚上你来我家帮一下忙，麻烦大伙了。邻居摸了摸头，憨厚地笑了一下，随即转身敲响下一户的门。没事，应该的。关上门以后，我妈看向我：晚上我去隔壁，你别去了。我顺从地点了点头。妈，你们真觉得有芷仙吗？我妈看了我一会，在这个村里，村长说了算，他说有就是有。我还想反驳，我妈继续说：黑娃，你爸死得早，我就你这么一个指望，你别去管别人的事了，行不？我妈给我做了晚饭，就去邻居家帮忙。我站在院子里头，望向隔壁房子，只看到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大家张灯结彩的，仿佛真的要办喜事一样。村里人的祝贺声络绎不绝，你家女娃有福气，嫁给芷仙了，真是光宗耀祖。如果忽略隔壁的吵架声不算的话，你们这是封建迷信。我读过书，上过学，不会被这些骗。开始有人指责新娘，你这样做会让芷仙不快，你家会出事的。你自己死了也就算了，别连累我们大家。新娘冷笑，你们就是摆明了看着我去送死。混账，让你去读书，上大学就跟我顶嘴的吗？而后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周围也都安静了下来。我只能听到女孩的哭声。我知道她在名牌大学学新闻，她说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匡扶正义的记者。她曾经暑假回家的时候送给我一本书，跟我讲：黑娃，不管男娃女娃，读书才有出路。我心砰砰跳得很快，我想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急忙躺在床上闭上双眼，生怕看到和那天一样的场景。看到那双眼睛，随着视觉的消失，听觉被无限放大。我听到敲锣打鼓声越来越近，听到悉悉索索的脚步声从门前经过。接下来是隔壁的开门声，小声的交谈，女人小声的哭泣，一点点的都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忍不住睁开眼睛，走到房门处，向院子内张望。顺着大门的缝隙，我看到一双绿色的纸人的脚，后面是几双脚晃晃悠悠的抬着花轿。忽然，他们停在我家门口，轻轻将轿子放下。我听到沙沙的纸张摩擦声渐渐靠近，接着我看到其中一个纸人以极其扭曲的姿势弯腰顺着门框的缝隙看向我。我只记得我看到一双绿色的眼睛。哐当，我立马收回目光，关上门，隔绝了门外的视线。那纸人和我梦里看到的并不相同，梦里看到的是属于活物的眼睛，而刚才的纸人是点着朱砂的死物。开始有人大力地敲我家的门，我不敢动，更不敢去开门。忽然我听到门口传来我妈的声音：黑娃，给妈开门。黑娃，妈要拿钥匙了，快来开门。我刚想去开，可突然想到我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纸人娶妻的时候，大家都要待在屋里，不能走动，所以门外的人并不是我妈，是纸人，是他们想把我带走。想到这点，我身上开始起鸡皮疙瘩。我似乎感受到了身后透过2道门还能看到我一举一动的纸人，他们还轻声呢喃着：跟我们走吧。我蹲下来抱住头，不去听他们的声音。那声音细小却极具穿透力，像苍蝇一样在我耳边盘旋。见我半天没动静才作罢，唢呐声继续响起，白色的纸钱飘进屋里，落到我脚边。过了好一会，我才敢向外张望，此刻屋外一片寂静。这是我第2次看到他们。
他们为什么想带我走？真的有纸仙吗？纸仙真的会不停地让女人送嫁吗？后半夜的时候，我妈才回家，她看着没什么表情，也没问我刚才为什么不开门以及敲门声，她似乎一无所知。她一边散了头发一边说，晚上关上门，听到什么都别出声。我应了。我妈看着我躺在床上睡了下来才回屋。在天快亮的时候，我听到隔壁响起急促的拍门声以及女人呜呜的哭声。我想下去看，可又想起我妈说的话，我忍住了。邻居家也没有动静，仿佛没听到一样。或许是我的错觉。此时空旷的夜里传来狗叫声以及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女人声渐渐小了。我也沉沉睡去。我梦到小时候堂姐带着我去后山玩，她说后山有很多好吃的，野山楂、刺莓果，可我还记得她出嫁的事，于是看着她欲言又止。堂姐絮絮叨叨好久，终于发现我的异常。黑娃，怎么今天跟个小大人似的？我张了张口，发现竟然没办法出声。忽然，我又看到面前站着穿着红色衣服的纸仙，我急忙拉着堂姐的衣服袖子。堂姐对此视若无睹。我站在堂姐身后，仔细看向她，才发现她身上破破烂烂的，露出被鞭子抽打的血肉模糊的胳膊，脖子上有一条歪歪扭扭的黑线横亘在中间。她脖子拧了一个诡异的弧度，转了180度冲向我。黑娃，不要来这里！我被堂姐的模样吓了一跳，但更让我害怕的是堂姐身后冲过来的纸仙。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突然像人似的有了眼白，没了被铜钱遮住的下半张脸像被人缝住嘴的死人。密密麻麻的黑线遍布下半张脸，动起来的时候像黑色的蛆虫蠕动。纸仙长长的指甲划向堂姐的脸，瞬间堂姐的脸血肉模糊。堂姐张开嘴，只能发出轻微的叫声，除了我没人能听到。我看到纸仙用带着刺鞭子抽打堂姐，鞭子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堂姐身上的血沫。我哭着想喊人，可还是发不出声音。我突然恨我自己的懦弱，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我抬头看向纸仙，他身上带着熟悉的香火味，但我此刻只觉得恶心。我飞扑过去，一拳接着一拳地打向他。他一时没有挣扎开，被我推倒在地上。我看到他的眼睛泛起诡异的绿光，被缝上的嘴挣扎着。我一点也不想听，一拳一拳地打在他脸上。一时之间，纸张声、摩擦声以及堂姐的哭声充斥在我脑中。隔壁的刺耳的哭声穿透砖墙，我突然惊醒。我低头看了一眼我的手，刚刚的只是梦吗？可堂姐血肉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清晰可见。我妈披着衣服着急地跑到隔壁，我也跟了过去。刚出门，我就看到一群人在门口聚成个圈围着，邻居在里头哭着。可怜我的娃呀，怎么死了？怎么好端端的人就死了？这可要我怎么活呀？我踮起脚看向里头，邻居家门上都是深深的划痕，鲜血渗透到里头，几乎穿透木板门。穿着红衣服的女孩安静地躺在那，指甲几乎断裂，手上尽是鲜血和泥土。更可怕的是她的脸和我梦境中的堂姐一样血肉模糊，她胳膊下的青紫色一闪而过。我后退了2步，我妈以为我被吓到了，低声让我回去。我还没走，就听到身后传来咳嗽声以及沉重的拐棍声。村长被人扶着走过来，周围人自动给他让出路。周围突然安静下来。陈家的，回家吧。邻居抱着女儿张口就反驳村长，可村长身后2个彪形大汉站出来挡在前面。邻居下意识向后侧了一下身子，随即紧紧搂住怀里的尸体。村长，为什么我女儿嫁给纸仙还是死了？村长咳嗽2声，这是你女儿违抗了纸仙的命令。现在纸仙没有怪罪你家，你赶紧给她埋了吧。你们！村长身边的大汉摩拳擦掌。我妈急忙上前拉住邻居，村长，我们这就办。邻居被我妈拉着走了，同村的几个小伙子一起抬着女尸进了院里头。我被叫上前一起帮忙，我抬着女孩的脚，那是一双红色的并蒂莲绣鞋。我抬起的时候，甚至感觉那双脚在抖。只一瞬，周围人就叫我的名字。黑娃，发什么呆？哎，来了！我跟着一起办了丧事，我妈本不愿意让我掺和这种事的，我软磨硬泡，硬是让她答应了。因着村长的决议，女孩甚至不能在家里待够7天，明天天一亮就要下葬。按理来说，我们并不应该跟着守夜的，可邻居家人少，又突如其来的死了女儿，我妈说街里街坊的要互相帮衬着点，于是我们留下来守夜。邻居家穷，买不起棺材，本来大伙想凑钱买副薄棺，可镇上离我们这又太远，最后还是邻居家的男人敲了板，女娃死了就死了，裹个草席葬了算了。我抬头望向躺在木板上盖着麻袋的女尸，她好像又在动。一群小孩子围着女尸也不害怕，笑嘻嘻地凑过去，还要掀开麻袋。幸好邻居及时阻止，别掀开，不吉利。我在侧面看得清楚，透过小孩掀开的缝隙，我看到女尸脖子上挂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闪着光的东西。我还看到她冲着我笑，只一眨眼，快得几乎以为是我的错觉。直到小孩被大人拉走，我妈过来问我发什么呆。没什么。门外的狗突然狂吠，门口响起敲门声，可没有人出门过，该来的也都来了。外头的人还在小声地哭着。
我们一时之间不敢向前。我突然想到昨天晚上的敲门声，难道邻居家从来没有听到过敲门声吗？邻居大妈拍拍身上的纸灰起身开门，其余人也跟在身后。吱呀，门口什么也没有，但早晨被清理过的血手印又出现了。手印很怪异，没有指纹，掌心空了一截，还留下一道深深的抓痕。邻居急忙把门关上了，半晌才开口：“是不是我女找我了？”可她人明明就在灵堂啊！我们一齐回头望向挂着白灯笼的灵堂，木板上空荡荡的，尸体不见了。村里人被吓了一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人没了？邻居家的小声说：“会不会是……”我抢先说了句：“他真死了吗？”我抱着他的时候，他身上都凉了。可是死人怎么会丢了？就在我们惴惴不安之际，村长来了。他穿着一身白，身上挂着一串用红线串成的铜钱。怎么啦？邻居开口：“我女不见了，在哪不见的？”就开门的功夫，之前在灵堂里的人就不见了。村长下令让我们众人一起去找。我和我妈来到了后山，这就是祠堂的后方。深夜的后山能清楚地听到蚊虫的响声，还能听到草蛇穿梭的声音。我甚至还听到了女人的哭声。频繁地听到这些声音，让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失常。我小声地问我妈：“你有没有听到哭声？”我妈说：“哪有声音？你别胡思乱想，要不你就回家去吧。”随后我妈让我去南边找，她去北边找。我摸索着前进，隐约看到树下有个人影，穿着嫁衣随风摇曳。我慢慢走近，看到树上吊着一个人，我只能看到一张面目全非的脸，但低头看到一双沾满血的手，像邻居家的女儿。她一个死人是怎么来的？怎么把自己吊上去的？最恐怖的是，我抬头看她的时候，她睁开了眼睛，一双红色的眼。我一声尖叫，吓晕了过去。我妈说，找到我的时候，看到我和女士并排躺着，她被吓了一跳。并排吗？我妈点点头。她喊来村里人一起将女尸抬回去，一路都很顺利。只不过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女尸会跑到后山？甚至有人说是她心有不甘，前来复仇。村长听闻，狠狠地用拐杖敲打地面，只嫌大人仁慈，没有治她的罪，她怎么敢回来复仇？没人再敢提这件事。我望着再次用麻布盖住脸的女尸，清晰地听到她发出刺耳的笑声，周围人都没有听到。第二天下葬的时候，村长也早早地来了，身后依旧跟着2个男人。村里的年轻人把女尸扔进提前挖好的土坑里，就要填埋。刚入坑，女尸开始直挺挺地抽动，土坑里爬出黑色的蛇和不知名的虫子，周围顿时乱作一团。女人的手似乎要抓什么东西，一直朝外伸着，她嘴里还发出诡异且刺耳的笑声，以及类似于蛇一样嘶嘶声。原本满是鲜血的手摸上坑边，想要爬上来。周围人见状，害怕地往后退，邻居家的人也不哭了，惊慌地问该怎么办。村长带的2个壮汉向前抢过村民的土锹，开始埋土。女人挣扎的剧烈，但壮汉埋土的速度更快。很快，一个土堆展现在我们面前。村里人被吓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我早就知道女人已经死了，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活埋。村长看了一圈我们的表情，朗声说道：“陈家的闺女惹怒了知县大人，这是对她的惩罚。但知县大人仁慈，不会迁怒其家人。这事就到此为止。今后如果我听到关于此事的流言蜚语，别怪我翻脸。”村里人都下意识噤声，点头。在我们村里，村长就是绝对权威，谁也没有反驳过他，也没有想去反驳他。可到如此，我却在质疑，他说的话真的都是对的吗？周围人很快散开，我妈也领着我准备往家的方向走。我听到村长在我身后说：“黑娃，不要多管闲事。”我想回头问问他说的什么意思，可我妈悄悄掐我的手，让我应声。我回了句好。晚饭后，我闲得无聊，坐在院里乘凉，我妈又去别人家串门。我在树下扇着风，听着耳边传来的蝉鸣声，一时之间竟有些困意。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喊我的名字：“黑娃，黑娃，醒醒！”我睁开眼睛，又看到堂姐，她依旧穿着那双红色的喜服，脸被涂得煞白。一时之间，我竟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堂姐问我隔壁的女孩是不是死了，我说了句是。那她是怎么死的？我突然想起她的死法和我第一次梦到的堂姐死法是一样的，我不敢继续想下去，支支吾吾地说了句我不知道。堂姐呵呵地笑出声，是不是这样？刚才还白净的脸顿时血肉模糊，身上手上都是黄泥以及交错的抽打痕迹。堂姐伸手掐我的脖子，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想推开她，她探着头向我逼近，我闻到她身上带着不知名的香气，但更多的是掩盖不住的臭味。她的脖子歪成个直角，我身子向后仰，摸到一片干燥，低头又看到一双纸鞋。纸仙和上次一样，伸手去抓堂姐，掐住堂姐的脖子。堂姐身上好像被一层黑雾笼罩，穿着的衣服变成了寿衣，脸上的血迹更加明显，身上散发出更浓重的血腥味。她发出诡异的笑声，凭什么要我死？声音穿透我的耳膜，我紧紧捂住耳朵。
堂姐说完这话之后，身上凭空出现了无数道铁链，从脖子、手腕、脚腕处一点点地将她捆紧，甚至埋进了肉里。我想救堂姐，却被一双冰凉血腥的手握住。堂姐双眼通红地盯着我，明明脖子被铁链勒出深深的血痕，但还是向我这边冲过来。黑色的长指甲划向我的脸，我再次惊醒，听到门口响起敲门声。这次我能清楚地听到声音来自我家院门。我踱步走过去，开门声更加激烈，夹杂着小声的啜泣。我小跑过去，顺着门缝看去，没有人，可哭声仍然在我耳边。我下意识低头，只看到门外的地面上摆着一双红色的绣鞋，绣鞋上还有斑驳的血迹。我突然有些害怕，摸上门栓的手缩了回去。哭声仍然没有停止，我趴在门缝上左右张望。突然，有一双眼睛隔着门缝与我相视，这是一双眼白很多、瞳孔很小的眼睛。我突然意识到，这双眼睛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那双眼睛。我被吓得连连后退。我听到门口声音低沉：“黑娃，开门！”我拼命摇头。黑娃，为什么不给我开门？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秘密吗？我不敢出声。敲门声一直没停，来自远方的女人的哭声也没停下来。为什么不给我开门？你明明很想知道的，开门吧，不要怕。我捂住嘴巴，盯着门框下的红色绣鞋。对方一直呢喃自语，随后叹了口气：“黑娃，我会抓到你的。”沉重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直到没有声音我才敢去开门。绣鞋赫然摆在我家门口。我知道如何处理这双鞋，我想扔掉，可又怕被找麻烦。我妈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将鞋藏在了床底下。黑娃，明天村东王家要嫁女儿，你别去了。这么着急，嫁给谁呀？我妈半天没有说话，在我几乎以为等不到答案的时候，她才开口，还能有谁呢？我脑海里蹦出几个字：只先娶妻。我妈深深地叹了口气：黑娃，你幸好是个男娃，妈也不求你光宗耀祖，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我想问，女娃怎么了？女娃也不该死啊。但我没有开口，我俩沉默地吃完了晚饭。第二天一早，我妈就去帮忙了。听我妈说，这次是因为上次的新娘死了，只先震怒，所以需要新的新娘替补。只先选中了王家的女儿。我曾见过那个女孩，温柔怯弱，长得十分漂亮。我妈这次早早地回来了，她叮嘱我这次千万不能生事，不要招惹只先。我答应了。我睡得很早，可在午夜时分的时候还是醒了。我听到门外滴滴答答的唢呐声，全然忘记了我妈的劝诫。我顺着门口又一次看到纸钱飘进我家院子里，只不过这次的白色纸钱上沾着血。我向外头看，看到红色的花轿上头还坐着一个女人。他们并没有发现多出来的人。那个女人似乎发现了我的目光，冲我转头。我看到她血肉模糊的脸，还有满身的泥巴，脖子上挂着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闪着光。我又梦到了那双偷窥的眼睛，顺着油腻狭窄的玻璃死死地盯着我，在黑夜中泛起幽幽的绿光。我好像还看到她身上的红色衣服，蹩脚的针线缝成的下半张脸。她再一次冲我伸手，原来刚才我晕倒在门口。我打开门，看到门上有和邻居家一样的血色手印。我蹲下来，看到门口有一双鞋印，像堂姐平时穿的布鞋。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出鞋印被拖着走了很长一段，这痕迹被人清理过，但还能看出浅浅的一道痕迹。脚印冲向南边，在纸仙祠堂消失。我想起堂姐，想起邻居家女儿的死亡，我决定走进去看看。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进入祠堂，就算是村里的老人拜纸仙，也要经过村长的同意，由村长见证祭拜纸仙的过程。可今天出奇的安静，村长没有在这里，纸仙依旧立在那里，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铜钱，面无表情。我终于敢直视他了，我发现了他与之前的不同。他的衣角、鞋上沾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因为衣服是红色的，所以并不显眼。祠堂内没有脚印，但我看到地上有被擦拭很多次，早已模糊的暗红色的血迹。平时纸仙祠堂烟气缭绕，视线昏暗，所以看得并不清楚。如今外头正当好的阳光映进祠堂，层层香火气被照得无处遁逃。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是人血。血迹蔓延到纸仙祠堂后，我的心突然跳得很快，我好像已经抓住了事情的真相。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纸仙身后，看到地面上有一扇黄铜色铁板，是地道。大概是没人想到有人会来纸仙身后，这里也没有锁上。我打开铁板，一股奇异的香味扑面而来。我已经无数次闻到这个味道。我撕下衣服捂住鼻子，潜入地道。黝黑狭长的地道好像走不到头似的，我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一片光亮。看到茂密的深山和草丛之后，我知道我在哪了，是后山的深处。在一片深绿色中，我找到被人时常踩踏过的痕迹。此时已经日暮西沉，我看了眼太阳，决定继续走。我看到一排排白色房子接连点起黄色灯，还看到很多女人冲着我露出诡异的笑容。我好像见过他们的模样，但在此刻却什么都不记得了。接着，堂姐和邻居家的女儿出现在我面前，她们两个看着很像，都是红衣服、红色绣鞋，甚至连身上的抽打痕迹都一样。堂姐慢慢向我走来，我俩挨得很近，
我几乎能看到他身上被深深嵌入的铁链，我还能看到他几乎被掰掉的牙齿，脸上没消散的淤青。堂姐伸出手，我下意识闭上眼睛，直到2道呼啸的风闪过，我才知道堂姐冲着的是我身后的人。我的视线逐渐模糊，只看到一个拐棍在我面前。我想起来了，根本没有芷仙，也没有什么芷仙娶妻。堂姐出嫁的那天晚上，我看到的也并不是芷仙和红男绿女，而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他们举着芷仙，接过堂姐，将她捆起来扔进花轿里。我与为首的人面面相视，他皱着眉头与旁边人窃窃私语，他们一起转头看向我。我甚至看到了他身旁抽出的锋利尖刀。他冲我招手，我猛地回头闭上眼睛。巨大的恐惧之下，我竟然忘记了这一切。他们来我家偷窥我，试探我是不是还记得，可我全忘了，只记得堂姐红着眼睛的哭喊。我只能听到每一名受害者深夜的啜泣。邻居家的女儿性情如同堂姐一般刚烈，节气那天挣脱束缚逃回了家，可村长提前给邻居家下了药，全家昏睡不醒，又给在场的人打了预防针，谁都不许出门。新娘就在敲不开门的绝望中死在了家门口。可她当时真的死了吗？我醒来的时候，我妈抱着我在哭。我正躺在村里唯一的小诊所里，里面的大夫冲我和蔼地笑，没什么大事，受了惊吓而已。我听到外头传来的警笛声越来越大，转头问我妈，外头咋了？村长死了。我起身要去看个究竟，我妈拦着我不让我去。你小孩看这个干啥？怪吓人的。让我去，我一定要去。我妈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强硬，不能去。我缓和口气，妈，我觉得堂姐死了。我妈愣了一下，低下头。我才知道，原来不仅是村长死了，那些嫁给芷仙的女孩们也死了大半。村长被人发现开膛破肚的死在后山上，死时穿着的纸人的红色衣裳，一时之间竟然说不清这红色到底是原本的红纸还是被血染红了。村里人发现村长死了，死状还这么离奇，害怕的报了警。知道警方调查后，村里人才知道这并不仅仅是一起凶杀案。村长死前一把火烧了后山一排房子，经过后期勘查，里面有数十名女性居住过的痕迹。一个利用邪神宣传封建迷信、诱导少女卖淫的故事逐渐勾勒出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的村里人建了芷仙祠堂，用于哄骗村民，一代接一代的传到了如今。从前那些看似被芷仙取走享福的女人，被困在这一排白房子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她们被烧掉指纹，失去自己的身份，被抽打，被强迫。她们恨这些封建迷信、邪神糟粕，于是死之后化作厉鬼，也不愿意放过罪魁祸首。他们还想救下那些无辜的少女。警方解救下一批少女，将她们送去医院接受治疗。很久之后，有个女孩跑到我家，递给我一块糖。她说：“谢谢你，堂姐救了我。”她说她欠你一块糖吃。忘了说，我堂姐死了，在她出嫁的第7天。她和邻居家的女儿一样刚烈，无数次想逃回家，明明只有1山之隔，回家的路却仿佛远在天边。她被村长发现逃跑，随后就被用铁链捆住，用鞭子不停地抽打。堂姐很快没了气。经警方调查，邻居家的女儿陈青是名记者。他此次回家是为了完成报社的任务，揭秘深山里的封建迷信。他想报道出来，打破这些糟粕，更多的是拯救那些少女。很幸运，他被选中了。他故意和父母吵架，在出嫁那天大闹。实际上，他将微型相机挂在脖子上，记录这一切。等到他终于知道萦绕在这座村庄的黑暗是什么的时候，发出照片的瞬间，你在做什么？村长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他发现陈青记录下这一切，他的事情即将暴露。他恶狠狠地掐向陈青的脖子，抢过相机踩碎。陈青想笑，他不知道这相机早已与远在千里的电脑互传。他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自以为是，绝对权威，可村民却信以为真。可怕的并不是芷仙，而是人。芷仙是被缝上嘴、没有思想的躯壳，而村长是恶的开始。他挣脱束缚，拼命地逃回家，求家里开门。只一晚上，过不了几天，他的同事就能救他，救下这座村庄里无辜的少女。可没人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绝望中死去。他就这样死了，带着他的新闻理想死了，死在了群盟之中。可他仍不甘心，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等待下一个英雄是万千觉醒的少女。